伊朗、中东战争升温，会不会造成第3次世界大战？圣经的预言又怎么说的呢？今天呢，我们要从3大部分去分析、去讨论。首先是要从中东的局势去看一看，第2部分用圣经预言是怎么说，第3部分信徒如何来回应。是不是这预表着耶稣就快要回来呢？是不是就是第3次世界大战呢？第1部分，中东局势的分析。当然，大家最关注的，到底伊朗有没有核能呢？根据美国的情报呢，说他们已经快毁灭了，这个核能呢不能再使用了。但是也有别的消息说，这核能还在啊，依然可以使用啊，所以带来人心惶惶。而且呢，伊朗呢是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，这个海峡有什么了不起呢？这个地方呢是要运输这个石油的管道。如果这个管道被封锁了，自然呢就会影响到全球的经济、全球资源的分配。所以美国呢是非常在意这一点的。接下来呢，美国一直都是扮演着一个全球的维持者，在中东许多地方都有基地。对于美国来说，这是保持着和平；但是对于中东的国家来说，这是侵犯了他们的政治和自由。这个呢，不只是牵涉到美国和以色列而已，而且呢，还牵涉到中国还有俄罗斯这2个国家，他们的战略选择是什么呢？这些的东西呢，都影响着整个中东的局势。当我们拍摄这集的时候呢，伊朗已经应用了导弹到了10几个国家，引起了中东的地区里面非常的混乱，造成了许多人的伤亡。从我种种刚才所说的，我们觉得很恐慌是必然的，尤其不相信耶稣的人更加的恐慌，觉得完了，这世界怎么变成了这样呢？那么圣经是如何告诉我们呢？这些区域性的战略是不是就是第3次世界大战呢？是不是这预表着耶稣就快要回来呢？第2部分，圣经当中的预言，我们来看几段有关的经文。在以西结书呢38章到39章呢，就说了哥格和马格之战的这一段的记载。这一段呢是讲到呢，以西结呢已经被掳到这巴比伦的犹大先知，神就给他看了一些的异象，预言呢以色列在末后的时候将会被一个北方的大国所联盟而攻击，但是那个重点呢是神必定要保护他的子民。所以这个主要的人物就是这个北方的首领，很多人都在猜测，到底是指俄罗斯吗？还是现在只是伊朗呢？这个是一个大国，是不是要联合很多的国家一起来对付以色列呢？因为现在的局势来看来，好像是如此，好像伊朗在呼吁全球的回教国都要起来一起来对付以色列。但是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重点呢？这个重点是在后面，神呢亲自的要介入这一场的战争，而且呢要为以色列来征战，而且敌人的军队都要被消灭。那么呢，神就得了很大的荣耀。我们来看启示录第16章，这个是神的震怒还有大灾难。这7碗呢记录了神在末世里面的震怒。7碗呢，分别是倒在地上啊、海啊，在日头啊、宝座之上带来的灾祸。最后呢，形成了世界很大规模的所谓的阿米吉多顿的这个战争。这个战争之后呢，上帝才会再来。这个关键呢，是在于神的审判、末世战争，还有列国的大灾难。所以现在的局势，很多人就在推测，这个就是阿米吉多顿了。其实我们不太能肯定是不是，反而呢，我们是要看那个神学的象征。那个神学的象征是什么呢？这个7碗呢，是代表了完全神的一个审判。这个7是代表了完美和完整。到了那个时候，神再来的时候，会给我们一个很完美、很公正的审判。阿米吉多顿呢，就代表了列国对抗神的权威啊，人类历史一个终极的冲突。现在呢，战争都在升温之中。从种种的战争呢，可以作为我们信徒的一个反省的一个象征，一个反省的时机啊。看到世界的动荡啊，但是想到神可以掌权。我们不需要去特别的说是特定哪一个国家，就是指这个国家，就是指那个国家。反而那个重点呢，是我们提醒自己，我们的生活有没有检点，我们的生活有没有圣洁，我们有没有及时的去传福音，而且知道神的审判是公义的，我们不用担心。而且最重要的，我们要警醒，要等待耶稣的再回来。
马太福音24章36节。但那日子那时辰，没有人知道，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，子也不知道，唯独父知道。在这边呢，上帝提醒我们不要去推算日子，不要像一些教会呢非常的恐慌，要算出那个日子在哪里，要在哪里去等候上帝再回来。反而上帝说你要有智慧，在这个时候是传福音的好时间啊，赶紧使用这些的意象，使用着这些的危机，使用着这些天象的改变，赶紧去把好消息传给你的家人和朋友知道。第三部分，信徒的回应。刚才说我们要传福音，但是最重要的，有没有为这些事情而祷告呢？很多的教会，很多的弟兄姐妹还是非常的软弱，非常的恐慌，只是懂得怎么焦虑，而没有好好的去祷告。我称这个叫做末世焦虑症。我们很害怕耶稣再回来，但是身为神的子民，不用害怕耶稣再回来，而且很快乐的要等待耶稣要快回来了，要接我走了。提醒弟兄姐妹，我们无法掌控着整个世界的改变，也不用一直去追踪新闻，有时候新闻也会有片面的，有时候新闻也是很消极的。反而呢，我们要把我们的焦点放在祷告之中。你有为伊朗祷告吗？你有为中东局势祷告吗？你有为全球的平安祷告吗？我有。之前我也拍过如何为伊朗祷告，也拍过了以色列和伊朗在圣经当中的角色。让我们一起来关心这个时事，而不至于失去了信心。如果你喜欢这段的影片的话，请你点赞也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人了解在末世的时候如何做一个好的信徒，好不好？你就来 follow 我们。如果你喜欢 VITV 的话，紧紧的跟着我们，让我们来跟你说这个时代圣经是如何诠释的。我是叶晨星博士。